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，关于一位大陆媳妇初到台湾，看到台湾的马路文化后彻底傻眼的经历。这个故事真的很有意思，反映了两岸之间一些生活习惯和文化认知的差异。我是做红娘工作10几年的老手了，见证过无数两岸婚姻的甜蜜与磨合。说实话，两岸通婚已经很普遍，但文化差异带来的小惊喜却总是层出不穷。就像我今天要讲的这位大陆姑娘小文，她嫁给了台湾男孩阿伟，初到台湾就被当地的马路景象惊呆了。小文是我介绍给阿伟认识的，她是南京姑娘，在大公司做财务，工作稳定，人长得漂亮，性格也好。阿伟是台中人，在科技公司工作，家庭条件不错。两人网恋1年多，见了几次面，感情稳定后就结婚了。婚后阿伟把小文接到台湾生活。小文刚到台湾那会儿，每天都给我发消息，分享她的新奇发现。有一天，她急匆匆地给我打电话，声音里满是不可思议：丽姐，你绝对想不到，台湾的马路简直太疯狂了，机车比汽车还多，到处都是摩托车，大家骑车的方式也太奇怪了吧。我忍不住笑了，怎么了？有什么特别的吗？特别，简直是天壤之别啊！小文激动地说，首先，这里的机车数量多得离谱，马路上到处都是，而且很多看起来很有钱的人也骑机车，这在大陆完全不可想象啊。在我们那边，有点条件的人都开车了，骑摩托的要么是外卖小哥，要么是农村来的务工人员。可这里呢，穿着名牌西装的上班族，打扮时髦的小姐姐，甚至是看起来很有身份的大叔，都在骑机车。我笑着解释，这就是台湾的机车文化，跟大陆真的很不一样。在台湾，骑机车不是因为穷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台湾地小人多，道路常常拥堵，骑机车更灵活方便，而且停车也方便，不像大陆1线城市停车那么困难。对，小文接着说，我第一天出门就被吓到了，马路上的机车简直像洪水一样涌来涌去。红灯停下来的时候，前面全是密密麻麻的机车，场面太壮观了。阿伟说这叫红灯大军，我当时就惊呆了，想拍照发朋友圈，结果手机都拿不稳。小文告诉我，在台湾第一次骑上机车后座，他紧张的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。阿伟笑他像树袋熊一样紧紧抱着他。其实台湾人骑机车很有规矩，虽然看起来混乱，但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，还有那个斑马线。小文继续分享他的惊讶，在台湾，汽车真的会主动停下来让行人过马路，这在大陆简直是天方夜谭啊！我第一次过马路时，站在斑马线旁犹豫不敢走，结果所有车辆都停下来等我，司机还对我微笑示意。我当时感动的都要哭了，觉得自己像个乡下人进城一样。听着小文的描述，我不禁感慨两岸在生活细节上的差异。确实，台湾的交通文化与大陆有很大不同。大陆这些年汽车普及率高速增长，私家车数量激增，很多年轻人买车已经成为标配，而摩托车在1线城市甚至被禁止或限制。但在台湾，机车却是主流的交通工具，不分贫富贵贱。小文还提到了台湾机车骑士的特殊装备，丽姐，台湾人骑机车还有专用的车衣，就是那种可以套在身上的雨衣，下雨天就穿上，不会淋湿。还有夏天很多女生会戴防晒袖套和口罩，全副武装，我第一次看到还以为是要去抢银行呢。阿伟说这是为了防晒，台湾女生很注重皮肤保养。还有，台湾人骑机车超级厉害，单手骑车，打电话喝饮料，甚至边骑车边遛狗的都有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阿伯骑机车，前面放了2个小孩，后面还坐了一个，我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。但阿伟说这在台湾很正常。我点点头，确实，台湾的机车文化源远流长，可以说是台湾特色之一。不过现在交通法规越来越严格，像你说的超载、边骑边打电话这些行为都是违规的，会被开罚单。小文接着分享了他观察到的更多细节，台湾的机车停车场也很特别，到处都是密密麻麻整齐排列的机车，场面蔚为壮观。还有那些机车专用道，简直是机车的高速公路。在大陆，
摩托车经常被视为马路杀手，但在台湾，机车是受尊重的交通工具，有着完善的配套设施。最让我震惊的是台湾的重机文化，小文说。有一天周末，我们去垦丁玩，路上看到一大群骑着超大排量机车的车队，那些机车看起来比小汽车还贵。阿伟说那些是重机。很多台湾男生的终极梦想就是拥有一辆重机，周末和车友一起环岛游。当时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在台湾，骑机车真的不是因为买不起车，而是一种热爱和生活态度。是的，台湾的重机文化非常发达。我解释道，很多台湾人即使有车，周末还是喜欢骑着重机出游。台湾环岛骑行是很多机车爱好者的梦想。这和大陆确实有很大不同。大陆很多城市为了交通安全和环保，限制了摩托车的使用。小文感慨道，刚开始我还带着一些偏见，觉得台湾人骑机车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如大陆。直到有一天，阿伟带我去他朋友家，那位朋友家有2辆豪车，但平时上班却是骑一辆普通的光阳机车，我才真正理解了台湾的机车文化。后来我也慢慢习惯了，甚至爱上了机车的便利。现在我自己也考了机车驾照，买了一辆粉色的 Gogoro 电动机车，每天骑着去买菜。逛街感觉特别自由，以前在南京，堵车堵得我都要崩溃了，现在骑机车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停车也方便，真的很香。小文的适应过程让我想起了很多跨海婚姻中的文化冲击。两岸同文同种，但几十年的分隔发展已经在生活方式上形成了不少差异。这些差异不是好与坏的问题，而是不同的生活选择和社会发展路径。丽姐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喜欢骑机车了。小文说，这不仅仅是一种交通方式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在台湾骑机车一点都不丢人，反而很酷。现在我朋友圈发我骑机车的照片，大陆的朋友都羡慕得不得了，说我生活太潮了。是啊，台湾的马路文化确实独特。机车不仅是交通工具，更是台湾社会的一个缩影，反映了台湾人注重效率、灵活务实的生活态度。而大陆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，私家车快速普及，城市规划也更多以汽车为中心，形成了与台湾不同的交通文化。小文还提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台湾的机车后座文化也很特别。在大陆，女生坐男生摩托车后座通常是情侣关系，但在台湾，朋友之间搭便车很正常，没有那么多暧昧的联想。阿伟的女同事有时候会请他载一程，我一开始还有点吃醋，后来发现这在台湾是很普通的事情，大家都不会多想。小文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更多两岸生活习惯的差异，不仅是马路文化、饮食习惯、社交方式、语言表达等方面都有很多有趣的不同。这些差异正是两岸通婚过程中需要理解和包容的地方。对了，丽姐，台湾的计程车也很有特色。小文继续说，司机师傅都超热情，会主动和你聊天，问你从哪里来，给你介绍台湾的风土人情。有一次我坐计程车，司机知道我是大陆媳妇，立刻热情地给我推荐了一堆好吃的地方，还主动绕路带我去看了台中的夜景，完全不加钱，这在大陆简直不敢想象啊！我笑着说，这就是台湾的人情味。台湾社会整体上比较温和友善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较小。很多大陆游客来台湾最大的感受就是台湾人的热情和礼貌。对，小文接着说，刚到台湾的时候，我在便利店买东西，店员会热情地说请慢走哦，欢迎再来。我还以为是认识我呢，后来发现他们对每个顾客都这样。还有台湾人排队超级自觉，公交车上会主动给老人让座，这些小细节真的很暖心。小文的经历让我想起了很多类似的案例。两岸婚姻中，这种文化差异既是挑战，也是彼此了解、共同成长的机会。就像小文所说的，他不仅适应了台湾的生活方式，还从中找到了乐趣，这正是跨文化婚姻的美妙之处。说真的，丽姐，刚来台湾时我有点不适应，觉得这里处处与大陆不同，但现在我反而爱上了这里的生活节奏和人情味。机车文化只是其中一个方面，还有很多台湾特色我都慢慢喜欢上了，比如夜市文化、便利店文化、早餐店文化等等。小文感慨道，这正是我想告诉大家的，
两岸婚姻中，相互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文化习惯非常重要。不要急着用自己习惯的标准去评判对方的生活方式，而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，去体验、理解不同的文化。台湾的马路文化只是一个缩影，反映了台湾社会的某些特点，注重效率，讲求便利，尊重规则，热情友善。当然，每种文化都有其优缺点，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。比如台湾机车数量众多也带来了一些问题，如交通安全隐患、空气污染等。而大陆的汽车文化虽然增加了出行的舒适度，但也带来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和停车难问题。小文的适应过程充满了各种有趣的小插曲。有一次他跟我说，丽姐，台湾的红绿灯也太特别了吧，倒计时的声音是滴滴滴的，还有那个小绿人会越走越快，最后简直是在狂奔。第一次看到我都笑出声了，感觉超级可爱。确实，台湾的人行道红绿灯设计很人性化，不仅有倒计时显示，还会发出提示音，帮助视障人士和老年人安全过马路。绿灯快结束时，小绿人的步伐会加快，提醒行人抓紧时间通过。这些细节体现了台湾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。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震惊，小文兴奋地说，台湾的机车骑士大部分都超守规矩的，红灯必停，不闯黄灯，走斑马线会减速礼让行人。这和大陆很多城市的非机动车乱象完全不同啊！在南京，电动车闯红灯逆行简直是家常便饭，我以为台湾也会这样，结果大跌眼镜。我解释道，台湾的交通法规执行的比较严格，违规被开罚单的概率很高，而且台湾从小就有良好的交通安全教育，守规矩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。当然，也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守规矩，还是有少数机车骑士会钻缝隙闯黄灯的。对，我后来也发现了。小文笑着说，特别是那些外送员，简直是台湾马路上的法外之徒。他们为了赶时间，有时候会闯红灯，逆向行驶，走人行道。阿伟说这是台湾人吐槽的对象，骑得特别猛的外送员被称为路上法拉利。这个比喻让我忍俊不禁。确实，随着外卖平台的兴起，台湾的外送员数量激增，他们为了抢时间完成订单，有时候会冒险驾驶，成为马路上的一道风景线。这点倒是和大陆的外卖小哥有几分相似。小文还发现了台湾机车文化中的另一个有趣现象，丽姐，台湾年轻人似乎特别重视自己的机车外观，很多人会花大钱改装机车，换特殊的排气管、贴花、改色，还有各种炫酷的零件。阿伟说这叫改装车，是年轻人展示个性的方式。有些改装车声音超大，隔着几条街都能听到。听说这在台湾也是违规的，但还是有不少年轻人冒险改装。是的，这也是台湾青少年文化的一部分。我回应道，改装机车在台湾年轻人中很流行，类似于大陆年轻人改装汽车。不过现在台湾交通部门对违规改装查得很严，特别是那些噪音扰民的排气管，一旦被查到会被罚款，甚至扣车。小文还分享了他对台湾机车品牌的新认识。刚来台湾时，我只知道雅马哈、本田这些日本品牌，后来才知道台湾本土也有很多知名机车品牌，比如光阳、三阳、台铃等等。阿伟的家人几乎每人都有一辆光阳机车，他们说这是台湾之光，品质一点都不输日本品牌。我点点头，台湾的机车制造业确实很发达，光阳现在已经是全球知名的机车品牌了。还有近年来兴起的电动机车品牌 Gogoro， 引领了绿色出行的新潮流。台湾机车不仅是交通工具，更是台湾工业实力的象征之一。对了，丽姐，台湾的共享机车也超级方便。小文兴奋地说，我现在经常使用 Gogoro 的共享服务，手机上 App 预约，随借随还，电池没电了还可以去换电站直接换电池，几分钟就搞定，不像大陆的共享单车，找车难、还车难、充电难。他的话让我想起台湾这些年在绿色交通方面的进步。Gogoro 的换电系统确实很创新，解决了电动机车续航的大问题。这种模式已经开始向大陆输出，未来可能会改变大陆的电动车市场。丽姐，还有一点我特别佩服。小文继续分享，台湾的女生骑机车比例超高，而且骑得特别稳，特别自信。
在大陆，骑摩托车的主要是男生，女生很少，但在台湾，穿着漂亮连衣裙、高跟鞋的女生骑机车上下班是常见景象。她们在机车龙头上还会挂个小包包，一点都不影响操作。我刚看到时简直惊呆了。我笑着解释，这也是台湾社会的一个特点，性别平等意识较强。女生骑机车不会被认为是女汉子，而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很多台湾女生从高中就开始骑机车，技术非常纯熟。小文感叹道，确实，台湾的性别观念和大陆有些不同。这边的男生做家务也很正常，阿伟每天下班都会主动做饭、洗碗，完全不觉得这是女人的工作。他说他妈妈从小就教育他家务是全家人的事，不分男女。这点我特别欣赏，我点点头，这就是文化差异的魅力所在。两岸虽然同文同种，但因为几十年来的不同发展路径，在很多细节上形成了差异。了解并尊重这些差异，才能更好地融入新环境。小文还提到了台湾特有的机车考照文化，丽姐，台湾考机车驾照也太有意思了。我去考照的时候，要在那个自行的窄道上慢速骑行，不能碰线，不能把脚放下来，难度超高。考官还会故意站在旁边盯着你看，让人特别紧张。我考了3次才通过，阿伟笑得肚子疼，说我创造了家族纪录。我笑道，台湾的机车驾照考试确实挺严格的，这也是为了确保骑士有足够的控车能力。毕竟机车在台湾是主要交通工具，安全第一嘛。还有，台湾人好像特别重视机车的实用性。小文接着说，很多机车都有置物箱，可以放头盔、雨衣，甚至购物袋。最厉害的是那些载货改装，有些机车后座改成大货架，可以载运一大堆东西。有次我看到一个阿伯的机车后座绑了一台小冰箱，吓得我下巴都要掉下来了。我哈哈大笑，这就是台湾人的实用主义精神。机车不仅是代步工具，还是生活助手。在台湾乡下，你甚至能看到农民骑机车去田里干活，机车后座绑着农具、肥料，特别接地气。丽姐，还有一个现象我觉得特别神奇。小文继续说，台湾人对交通安全意识很强，几乎所有骑机车的人都会戴头盔，这点比大陆做得好太多了。但奇怪的是，很多人只戴半罩式头盔，而且只是轻轻地放在头上，根本没有系紧带子。阿伟说这叫椰子壳，主要是为了应付交警检查，实际保护作用不大。我点头表示认同，这确实是台湾机车文化中的一个矛盾现象。法律规定必须戴头盔，但很多人只是做做样子。近年来，交通部门一直在加强宣导，鼓励骑士正确佩戴全罩式头盔，保护自身安全。小文又分享了他在台湾观察到的等红灯文化。台湾人等红灯时有个特别有趣的习惯，大家会把机车引擎熄火，等绿灯亮了再发动。阿伟说这是为了省油和环保。但最神奇的是，大家好像有心电感应一样，绿灯亮的瞬间，所有机车同时发动，轰的一声，场面超壮观。我第一次经历，简直被震撼到了。我解释道，台湾从90年代就开始推广停等红灯熄火的环保理念，久而久之成为大多数骑士的习惯。至于那种整齐划一的发动，可能是大家都在盯着倒计时看吧。台湾人做事确实挺有默契的。对了，还有台湾的假日机车潮。小文继续说，周末假日，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，到处都是骑机车出游的人。情侣、家庭、朋友组队出行，有时候能看到几十辆机车组成的长队伍。阿伟说这是台湾人喜欢的休闲方式，骑机车去郊外踏青吃美食。我们也经常这样，周末骑机车去阳明山兜风，沿途风景美极了，感觉比坐在车里看到的景色更有临场感。听着小文的描述，我仿佛看到了台湾周末马路上的热闹景象。确实，台湾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便利的交通，使得机车旅行成为当地人喜爱的休闲方式。环岛骑行更是许多台湾年轻人的成年仪式，体现了台湾人亲近自然、追求自由的生活态度。丽姐，来台湾这段时间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，台湾的马路虽然看起来很混乱，人多车多，但实际上秩序感很强，大家都在遵守一套无形的游戏规则。小文感慨道，比如变道时会打转向灯，
超车时会按喇叭示意，行人过斑马线时车辆会主动减速让行。这些小细节体现了一种互相尊重的精神，我觉得特别棒。我点头表示认同，这正是台湾社会的可贵之处。表面上看似混乱，实则有序，大家在有限的空间里和谐共处。这种秩序不完全靠严格的法律强制，更多的是依靠民众自觉遵守的公德心。不过台湾的巷弄文化，我到现在还是有点不适应。小文笑着说，那些窄的只能容纳一辆车通过的小巷，两边还停满了机车，开车进去简直是噩梦。有一次阿伟带我去他朋友家，要从一条超窄的巷子进去，我紧张得直冒汗，生怕刮到两边的车。但阿伟却开得云淡风轻，说这是台湾驾驶人的必备技能。我笑道，台湾的城市规划确实有历史局限性，很多老城区的巷弄都非常狭窄。但也正是这些纵横交错的小巷，孕育了台湾特色的巷弄美食和巷弄文化。在那些不起眼的小巷里，往往藏着最地道的小吃和最有特色的小店。对，小文兴奋地说。阿伟经常带我去一些藏在小巷子里的老店，那些店看起来普普通通，甚至有点陈旧，但味道超级赞。在大陆，高档餐厅都在大商场或者繁华街区，但台湾最好吃的往往在不起眼的小巷里，这点我特别喜欢。有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气息。小文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很多跨海婚姻中的文化适应过程，最初的新鲜感和惊讶，到逐渐理解和接纳，再到最后融入当地生活，每一步都蕴含着成长和收获。丽姐，我现在已经完全爱上台湾的生活了，小文由衷地说。虽然刚开始有些不适应，但现在每天骑着机车穿梭在台北的大街小巷，感觉特别自由自在。我甚至开始欣赏台湾的慢生活理念，不再像在大陆那样追求快节奏，而是学会享受过程，关注生活品质。小文的转变让我感到欣慰，他不仅适应了台湾的马路文化，还从中领悟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。这正是跨文化婚姻的魅力所在，通过理解和包容不同的文化，拓宽自己的视野，丰富自己的人生。对了，丽姐，最近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。小文继续分享，台湾的年轻人似乎不太热衷于买车买房，很多人30-40岁还是租房住，出行就靠机车，完全不着急上车。这和大陆年轻人拼命攒首付、背房贷的心态很不一样。阿伟说，台湾人更注重生活体验和自我价值实现，不会把所有钱都投入到房子里。我点点头，这确实是两岸年轻人价值观的差异之一。大陆这些年房价高涨，买房才有安全感的观念深入人心，而台湾社会相对稳定，租房制度也比较成熟，年轻人对买房的压力没那么大。不过台湾的薪资水平这些年涨幅有限，年轻人也面临着自己的经济压力。是的，台湾的物价确实不低，但生活节奏慢很多，压力也小一些。小文说，在大陆，同龄人都在拼命赚钱买房买车，如果你还在骑电动车，会被人看不起。但在台湾，即使是医生、律师这样的高收入人群，也可能骑着机车去上班，没人会用交通工具来判断一个人的成功与否。这种不攀比、不盲从的生活态度，我觉得特别健康。小文的观察非常到位。台湾社会确实较少以物质财富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，更注重个人能力和生活品质。这也是台湾机车文化能够长期盛行的社会基础。人们不把交通工具视为身份的象征，而是实用的生活伙伴。听完小文的故事，我不禁感慨，两岸之间的差异远不止马路文化这么简单，还包括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念、社会风俗等多个层面。了解这些差异，有助于两岸年轻人更好的沟通和相处，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和摩擦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故事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或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